两套呢，真的就是有一点让我一言难尽，真的没必要特意去买那个衬衫了，在我这里全是优点，最期待的一个设计。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年春夏的 C 系列大家都已经收到货了吗？我自己收到货当天真的迫不及待拆箱试穿，越试越兴奋，整个系列都让我太满意了。穿在身上是那种让人感觉活力四射、能量满满的状态，一扫秋冬的阴霾。这次的话我自己一共买了10个单品，然后其中有8个呢都超出了我的预期，另外2个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也不能怪单品本身，是我自己的锅。反正今天视频后面的部分呢会具体来跟大家聊。那今天除了实测一下这10个单品之外呢，我也会从头到脚给大家一些特别完整的搭配呢来参考，着重聊一下就是怎么样把你买到的 C 系列的单品呢穿出跟别人买的 C 系列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今天的视频呢还是会给大家准备好2份非常不错人见人爱的礼物的。我会到视频比较中间的部分呢再来跟大家揭晓，希望大家可以看下去，然后多多的来参与。 OK， 那其他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咱们先从这个系列里面的运动 bra top 开始聊。我买了一个非常春天的浅绿色的颜色，然后它依然是采用的优衣库他家那个无痕的 built-in bra 的技术嘛，所以呢这件上衣你穿在身上它是完全看不出来里侧罩杯的一个形状跟轮廓的，但是呢又能起到特别好的修饰胸型的作用。个人认为它设计的一个灵感其实是来源于比较优雅的那种舞蹈服，无论是它领口这边的轮廓啊，包括挖肩的剪裁，以及背后这种比较宽边的交叉带做的足够的宽，所以呢对于各种身形也会更加友好一点，非常不容易勒肉，真的会显得你整个人体型特别的优美，不自觉的就变得更加挺拔一点。那平时他家这种 bra top 我基本上都是买的小号嘛，这次我还是买的小号，但可能最近因为我长胖了几磅吧，在副乳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挤压，但我是不太想去换尺码了，反正今年已经恢复运动了嘛，总归会瘦回去的。至于面料的话呢，用到的依然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 Arism 的面料，排汗速干，而且呢它的弹性真的非常的高。一般来说运动类的这种单品呢，它里面加入的弹性面料都会比较的多，除了说维持高弹以及说特别好的一个回弹能力之外呢，也可以让你在反复就是洗啊然后穿啊都不容易变形，并且呢它的面料这款做的是一个很雾面的视觉呈现，所以哪怕浅色系穿在身上呢也完全没有那种视觉膨胀感。至于下面的这一条工装短裤呢，同样也是 C 系列里面的一个单品。这个裤子它尺码我觉得做的还蛮偏大的，因为我同样买的是 extra small 嘛，但是呢完全可以当做是一个中低腰裤来穿的一个感觉，但因为裤腰这边是松紧带，所以大一点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反而穿起来怎么说更加休闲，更加有男有力一些的气质。那当时我试穿的时候就原本想着说可以把这个同系列3个单品穿在一起，但光是这样摆在一起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出来吧，就这样子的叠穿属于一个无效叠穿，因为整体看上去层次就很平。但如果说你换一个，你看这种色度同样带灰调，但是呢色感会明显更加浅，或者你选更加深的也可以啊，它视觉层次感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再用灰粉色色调的德训鞋遮阳空顶帽呢来做一个冷暖的中和，那这一身颜色你看似多，但其实它们之间都有两呼应，色感一致，所以呢给人的视觉舒适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因为这件上衣它有专业的 UPF 100+的防晒能力，穿在身上冰冰凉凉的，说是可以降低体感温度11度，所以这一身呢我觉得你要是穿去比如说打网球啊打高尔夫慢跑啥的都特别的合适。而且讲真的 C 系列这个 bra top 真的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时候才可以穿，如果不喜欢露腿的朋友啊，你下半身就可以去给它换上一条长裤，换长裤来搭配也是无敌好看的。如果在户外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上前面那一件浅色系的防晒衣嘛，
你们感受一下这两个单品的颜色，它们色调上是不是超级无敌的搭？我这次真的为了拍 C 系列的这个测评跟穿搭，就想着说要做一些不太一样的搭配来给大家参考嘛，全网找各种跟它们色感很能呼应的这种单品，然后这条裤子也是我真的舔着脸去管教下他们的 PR 要来的。当时我一看到这条裤子的这个拼色，就觉得说这两个单品穿在一起就是注定要在一起，适配度超高，而且这条工装裤的裤型太好看了。它最绝的是它色块的拼接非常的有考量，除了有撞色的时髦感之外，是可以特别好的去修饰你臀腿线条的。正面看呢，上窄下宽，然后侧面显腿长腿直，弧线型延伸到上臀，又有很好的视觉提臀的一个效果。他们做裤子真的越来越有一手了。至于功能性方面不用我多说了吧，就是专业的防晒防风又透气耐磨，反正这条真的必买。那说回 C 系列里面的这一条工装大短裤啊，我当时买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搭配同系列的这一个无袖的马甲。上一期视频我也聊到了嘛，我就很喜欢模特就是主推荐图的那一套搭配，但因为它内搭那个衬衫我个人没有很喜欢，所以呢我就给它搭配了之前我买的优衣库常规系列里面这个同色感的 T 恤，果不其然啊，搭配效果一样的出彩。它们颜色很一致，但饱和度呢会稍微比 C 的那个绿色高那么一丢丢，所以视觉层次感也一下子就出来了，完美符合我的需求。反正想要复刻模特那套搭配的，真的没必要特意去买那个衬衫了，衬衫还得40-50美金呢，19.9刀的长袖 T 不香吗？然后另外这一个无袖的夹克也是完美符合我的一个预期的，两侧的工装风大口袋，大气时髦，然后100%尼龙的材质，也完全不怕皱，无论是敞开来穿还是说拉链拉上来穿吧，我觉得都很好看。而且因为它100的那个松紧带是可以任意去调节的嘛，把它稍微拉紧一些，它会更加有视觉上的一个 volume， 更加的有造型感。那同样的这一套，如果对于不想露腿的朋友们来说呢，我觉得你下半身也可以不穿短裤，就换前面那条工装裤来搭配，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休闲时髦，而且无性别感呢会更加强一些。那通常来说呢，在我全身色系比较统一的时候，我都会倾向于再去添加一些无色系的单品呢来做点缀，主要是起到一个视觉填充的作用吧。这就好比咱们画画一样，画板上面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黑白灰，才能够让画上的主体颜色呢更加的突出。比如可以搭配一顶这种小面积撞色的黑白拼色的帽子，或者呢也可以再搭配一个休闲的这种购物袋啊、托特包什么的。本身这两个单品它的气质方面跟衣服呢也是非常契合的。这身当时在家里面试穿搭配的时候，我就发一个 story 嘛，然后后台就有几个小伙伴在问我这顶帽子。讲真的，我觉得自己真的很会挑棒球帽，因为平时也是一个基本棒球帽不离身的人。然后这一顶呢，它其实是一个男款，而且它很贴心的是做了分区，在帽檐这边呢是自带了一个 UPF50+的防晒指数的，但是帽顶这块又是透气的网格的材质，更加通风不闷汗嘛，头就不容易臭，特别适合春夏天的这种时候来戴。至于这个购物袋的话，就真的特别实用了，它本身只有60克的重量，但是它的承重能力最高，是可以承重10公斤的，然后收纳起来又非常的不占地方嘛。除了我手上的这个黑灰拼色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粉色的我也特别的喜欢，但是那个粉色就一直断货来着，不知道它最近补货了没有。 anyways， 那说回前面 C 系列这个马甲啊，等到夏天更加热的时候，我觉得你里面要是直接就给它搭配一个小背心什么的，单穿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同样的，我还是不太建议你里面去搭配跟它同颜色的小背心。你就比如说 C 系列本身就最前面的这一件，首先因为色感太接近了，你就没有叠穿层次嘛。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一件它领口做的是比较上边一些的，所以你外面再套上小马甲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脖颈这块遮挡过多的感觉。最好是搭配那种可以稍微领口再大一些的小背心，露出来纤细的脖颈线条，看上去也会更加的轻快。然后颜色上你也可以选就是比它更深啊、更浅呀，或做那种粉蓝 CP 的这种配色的组合也都会很好看。因为我最近不是新买了 MM6 的这个德训鞋嘛，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像贝壳粉一样的色调，所以呢
呢我就会更加倾向于跟它选一个色感能够稍微呼应一下的，都是带粉调的这种感觉。它跟 C 系列那款一样，也是雾面的质感，所以呢浅色也不会显胖，包括内嵌胸垫的一个设计嘛，但它呢不是运动 bra， 所以穿在身上呢会更加的自如一些，整个胸型跟后背修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好。然后我额外再给它搭配了一个粉色腮红墨镜，上中下都有了小面积的这种色感呼应。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真的很绝，这2年不就是很流行这种眼下腮红妆吗？然后这个墨镜真的就是一戴上就有那种自带腮红的效果，非常的清新亮眼。而且呢它的镜片同样也是 UV400 专业的防晒镜片，可以阻挡 99.99% 的这种紫外线，而且呢本身设计的又特别的轻便嘛，可折叠好收纳的设计，也是脚下他们今年就是春夏新款里面真的让我满眼前一亮的一款的。接下来是2条 C 系列的连衣裙，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这一件浅灰色的，我好喜欢这个颜色哦，浅浅的水泥灰，很有城市感，很现代的一个冷灰色调。这条裙子讲真的，我一开始从包裹里面拆出来有一点愣住了，因为它整个腰身这边真的很宽很大，我一度以为他们给我记错了尺码，但后来穿上身把它腰部的这个抽绳一抽紧，我就明白了，它维度做的这么大呢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它裙型其实主要就是靠中间的抽绳来定义的嘛，所以你面料用的越多，你抽紧的时候它在腰部形成的那种自然的褶皱就会越多，那轻薄的一个裙身还能有更加立体的轮廓呈现，显得更加时髦有大牌感。至于面料上的话呢，它同样也是一个100%尼龙的材质，日常穿着真的太好用了，完全不用熨烫的类型，并且呢整个裙子里边它是有额外的给你做了一个这种网格的内衬的，尤其在春夏天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透气，排汗性呢也会更好一些。虽然说外侧这个尼龙面料很薄吧，它也是完全不透的。那这条连衣裙我当时在买的时候尺码上面也是稍微纠结了一下的，原本想买 extra small， 因为它长度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但我当时有一点担心说 extra small 它会不会在肩膀这个位置上面就没有模特穿的那种会稍微凸出来你肩膀头一点的感觉，所以最终呢还是买了小号的。那小号在我身上无疑它这个长度确实是会比较长的，但也不至于 hold 不住吧，还是可以露出纤细的脚踝，并且呢肩膀我觉得你刚好超出本身的肩线一些，这样子顺延下来的这个袖口位置也可以更好的去遮挡住你的副乳啊跟手臂最粗的那个部位。至于它的搭配方面，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就像官网模特一样的外面去给它搭配同系列的这一个工装风的无袖马甲，他们俩穿在一起呢就会更加有城市工装风的那种感觉，也很符合今年 C 系列的一个主题，很有代表性。虽然无袖夹克它会比较的松，比较的长一点，但是呢你可以把衣摆的抽绳缩起来一些，这样子既不影响视觉的身形比例，又有那种很立体时髦的轮廓出来。今天再额外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搭配思路，就是利用配饰呢去把工装风的这种裙子穿出更加松弛文艺，然后更加有春天悠闲踏青的那种风格。因为这条裙子它本身的色感真的很清冷，所以当时我一看到我就想着可以把它跟类似于 The Row 那种复古又极简的平底芭蕾舞鞋穿在一起。很奇妙，你穿上芭蕾舞鞋之后哦，这条裙子它突然变得一点都不工装，尤其是你再搭配一个草编帽，妥妥的清新又文艺。我跟你们说，我其实老想买 The Row 那双手套鞋了，但是因为穿平底鞋我平时穿的频率吧就不如像 MM6 那个厚底鞋频率那么的高，所以呢它800多刀的价格我是真的有一点嫌贵了。但是今天视频里面我穿的这一双，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种草 The Row 但是嫌贵的，买它里外也都是真皮全羊皮的一个材质，但是它价格应该是 The Row 的1/4，不对，如果叠加上折扣的话大概就是1/5左右的价格。关键是它穿在脚上真的一样的舒服，能够让你的脚丫子感到一个呵护备至的感觉。它外侧是一个非常柔软细腻的这种绵羊皮，然后里侧呢是一个更加透气的羊皮，然后一如既往的就是除了说在鞋头这边嵌入了一个空气棉之外呢，这双他们在鞋垫技术上面又是做了升级的，做了一个
3重云的小床垫的结构，相当于在羊皮鞋垫的下面呢嵌入了一个6毫米的高弹的垫芯，所以你脚丫子踩进去之后啊，真的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回弹。然后再往下一层，还有在脚掌跟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呢垫了一个2毫米的减震乳胶，让你走起来可以更加的省力。鞋子绑带也是可以调节，完全不压脚背，自重又轻，穿在脚上你都不想把它脱下来，奔跑跳跃无压力。我是计划3月份回国是肯定要把它带上的，而且买过他家鞋子的都知道，因为有很多这种可以 DIY 的鞋子小配饰嘛，你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创意在家 DIY。 比如我想要穿的更加精致，或者说更加有 Simone Rocha 的那种鬼马甜酷一点的风格，可以给它加一个珍珠的绑带上去，让鞋子变成整身搭配的一个亮点。又或者还可以用这种一大一小的做左右不对称的小花花的细节点缀，给极简的芭蕾舞鞋赋予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性。然后这双除了黑色，他们还有一个白色拼黑色的那种撞色鞋带的设计呢，也很好看。没有预算限制的朋友，2双都非常值得拿下。那这套除了鞋子之外呢，另外一个搭配的重点就是首饰跟手表。为了要迎合裙子本身的一个清冷感，我特意拿出了也是去年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一块 Lola Rose 的手表。它手表表盘里的那种浅蓝色调跟这个水泥灰适配度超级高，而且呢又可以稍微去增加一点点亮色系作为全身的点缀嘛。包括首饰我也是特意配了一套银色的，大家细看我搭配的这条项链啊，它是一个蝴蝶展翅的造型，超级让我眼前一亮因为首先我自己首饰盒里面所有银色系的饰品，它都是做的比较的粗犷，比较大条，比较 chunky 的，完全没有这种能够凸显女性气质的设计。但另一方面你细看它又会发现很多有力量感的设计细节，就比如说蝴蝶翅膀的边角，它都是很 sharp 很利落干脆的，中间镶嵌的锆石也是2头尖尖的马眼形造型，包括翅膀上的那个白水晶也是带有几线切割的，非常的有棱有角，就打破了我们潜意识里面对于蝴蝶这种造型单品的一个认知。精致又充满了个性吧，很能代表每个女生心中那股破茧成蝶的力量。而且它整个坠子包括耳环它都做的稍微会比较大一些嘛，也能够让人一眼看见。反正我自己是对于蝴蝶造型的单品很少能看到就是让我这么喜欢的，它也是什么风格的单品都可以搭配，你哪怕就把它跟 C 系列里面那些非常有城市工装或者运动风的单品穿在一起呢，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我个人真的很喜欢，所以呢这次也有特意去管他们的品牌呢争取来2个送礼物的名额，就是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吧，抽2名小伙伴送出同款的这一个蝴蝶吊坠项链。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点赞今天的视频下面呢任意留言，或者就留言告诉我你今天最种草的单品，我会在1个星期之后呢抽出2名小伙伴送出，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参与。OK， 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条连衣裙，这一条也是真的他们所有的连衣裙里面让我最期待的一个设计，无敌的宝藏。它是这种很休闲的工装背带，结合了优雅的百褶长裙的一个设计，独特又很有春日的轻快感，你穿在身上真的会忍不住旋转的一个单品。那今天视频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条裙子它几种不同的穿法。首先第一种呢，你也还是可以跟网上模特一样呢，里边给它搭配一个修身一点的 T 恤啊，或者说是工装小背心，这样来穿的话呢就是休闲减龄，而且因为裙子本身做的比较的 oversize 嘛，腋下位置呢也很宽松，你也可以随意去调节它肩带的长度。但讲真的，这种穿法在我看来呢会稍微的比较普通一些。第二种呢，大家也可以随意的给它松开一个肩带，然后当做单侧的这种背带裙来穿，这样子来穿的话，它又有了一个很独特的那种不对称剪裁的感觉，而且因为你里面内搭了小背心啊、小 T 恤什么的吧，也完全不用担心走光。但是呢，这2种讲真的都不是我最喜欢的穿法，我最喜欢的是把它背后的这个背带呢交叉来扣上，因为它背带上面一共是做了3个调节扣的嘛，可以放到
最长的那个长度，然后交叉，这样子来穿的话呢，它就是可以瞬间把你腋下这个位置给收紧，包括领口位置也会跟着上移嘛。那这种时候你里面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那种内搭了，可以直接单穿。裙摆的前侧它长度呢也会被拉得短一点，形成一个前短后长的一个裙摆，对于小个子呢也会更加的友好。然后背后交叉之后呢，整个裙身从背面看呢能形成一个很独特的 drape， 让这条裙子在身上就是有松有紧，真的很特别。至于里边的话，你就是可以穿一个无肩带的那种 bra 呀，或者直接像我那样子，里面是直接贴的乳贴的，因为它裙子本身也不透嘛，所以腋下收紧之后你也完全不会有任何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你再给它搭配一顶大的那种宽帽檐的草帽，它整个度假感真的就很强，而且交叉之后你背后的那种肩膀啊背部的线条也会被修饰的很好看。那这条裙子单穿的时候，整个脖子啊肩膀这边都会比较空一些嘛，所以呢我也会倾向再用一些首饰呢去做点缀，让整个搭配看上去更加的精致。那因为它是这种绿色系的，所以呢我也是首先就想到了 Laura Rose 他们也是一款去年我就已经分享过了的这个方糖小绿表。然后这款方糖小绿表他们今年还推出了一个新的皮带款的设计，皮带款是绿色鳄鱼压纹的牛皮表带嘛，气质上呢就更加的文艺复古一些。表盘都是天然的绿玛瑙石，然后刻度上面镶嵌了锆石的闪星造型嘛，很闪耀很显贵，加上这种嫩嫩的低饱和度的绿色，真的很有春日的氛围感，尤其对于各种肤色都很友好吧，戴在手上呢特别的显白。就像我上一期视频说的，绿色系呢真的就是今年浅春系穿搭必备的一个颜色。因为整个 C 系列它总体设计的一个风格度还是比较的偏极简日常的，所以你在首饰上面去做一些点缀，精致感跟整个人的质感呢都会瞬间提升上来，也会让衣服呢看着更显好。然后这一身你还可以给他们搭配今年新出的这一个常青藤系列的首饰，因为绿色代表着生命力嘛，而常青藤叶的那个形状它也有着攀爬向上啊四季常青的寓意，所以呢就很适合生机勃勃的春天。而且今年他们新款的这个项链是做了一个双叶片的设计，一侧是代表着幸福美满的孔雀石，然后另外一侧呢是雪花镶嵌式的锆石。然后除了这个双叶片的设计之外呢，我真的强烈安利你们另外这一款五花吊坠的样式，温润的白贝母结合镶满锆石的常青藤叶，然后以 V 型的形状呢间隔铺开，错落且大小不一，刚刚好坠在你锁骨之间，再结合玫瑰金调的细腻长链，真的是美的让人挪不开眼。而且我觉得你把这两个颜色的叠戴在一起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白贝母这套的话呢，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蜂巢手表适配度也特别的高，如果你再跟同系列的手链什么的叠戴在一起成套佩戴的话呢，就非常的有富家千金的一个贵气感了。至于这个系列里面的耳环呢，有这种非常简约细腻的耳圈款，然后也有我今天视频里面戴的这种结合了珍珠元素的设计，常青藤叶再去结合珍珠的造型，有一种外表有棱有角内心柔软细腻的那种表达，也还蛮别致的。反正他们家我是有常年都可以用的折扣码的，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呢就可以拿去用，我会把具体的信息呢都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至于这条裙子，我给它搭配的尖头玛丽珍鞋也是真的 719 他们那个 lookbook 一出我就一秒被种草的。它相比于前面的圆头芭蕾舞鞋来说呢，就会更加的法式精致一些，尖尖的鞋头穿在脚上就会显得脚丫子更加的秀气，而且呢这种鞋头它就能够有一个视觉延伸脚背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会显得你的脚踝很细，包括小腿的线条呢也更加的细长。这两个颜色我真的无法抉择，黑色更加的基础百搭，然后金色呢又更加的复古，更加的亮眼别致。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没那么喜欢穿平底鞋的人，但是他家今年这两款鞋子真的让我会想要更多的穿平底鞋。而且这两双鞋你平时要是给它搭配一些白袜子红袜子什么的，又会更加的文艺复古大家闺秀的一个气质，光脚的时候穿呢就会更加怎么说现代摩登，而且你不穿袜子的时候，鞋头跟绑带的那个细节能够衬托的你的脚背超级的骨感。至于穿搭层面上的话，它也是能够在各种生活场景啊场合自由切换，日常休闲，然后职场通勤、酒会派对等等
没有它 hold 不住的场合。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看着它鞋头尖尖的，有点硬邦邦的，对吧？但是呢，它的舒适度跟前面那个芭蕾舞鞋真的是一样的。它整个鞋垫同样是做了技术升级的3重云的一个小床垫的结构，鞋头空气棉、后跟乳胶垫等等这些它也都有，包括鞋底呢是一个意大利进口的鞋底，做了防滑的设计，能够把尖头鞋做的这么舒服好穿的真的很难得。内里同样也都是一个很透气的羊皮的内里，然后黑色这双它外侧是一个小牛漆皮，金色这一双的话呢是一个金属超纤，你可以随心在上面去做加法，利用一些不同的鞋子配饰来做 DIY， 非常的有趣，也能够更加好的去凸显自己的个性跟审美。哪怕跟朋友买了同一双鞋，但是呢穿出来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OK， 那下一个 C 系列的单品呢，就是一件我觉得在整个系列里面还蛮低调、蛮冷门的款式的，但是呢，它真的很宝藏，也就是今天我视频里面穿的这一件白色的连帽针织的设计。当时我在做草单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了嘛，这一款我真的很期待，它给我一种特别老友记那种 cozy 又很 laid back 的腔调，尤其是当你买大几个尺码之后哦，结合胸口前侧的2个大口袋的设计，时髦复古又慵懒松弛，而且呢它的面料也如我预期般的非常的 premium， 整个针织的织法是特别密特别紧实的，包括呢它的材质你摸上去也算是比较偏中等的一个厚度，虽然大虽然松，但是呢不会让人觉得很垮。白色的颜色也丝毫不透，里面哪怕就是穿深色系的内衣也都没有问题。前侧领口因为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什么扣子这些细节，又是一个 V 领的形状嘛，也能够修饰咱们的脖颈线条，而且背后兜帽的尺寸也是做的很大很时髦的，所以这件针织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买，在我这里全是优点。搭配方面的话也是你随便穿随便搭都很好看的类型。休闲运动一点呢，你可以给它搭配休闲的西装裤啊，或者说工装裤，它跟前面那条工装长裤的另外一个颜色黑色配白色边的穿在一起适配度超级的高，然后精致一些的时候呢又可以去给它搭配长半裙，无论是飘逸的还是修身的它都很好看。或者我觉得你也可以直接就比如说把它套在前面那一个绿色的百褶裙的外面，露出长长的这种飘逸的裙摆，肯定也都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OK， 那视频最后2套压轴单品，也就是这个系列里面呼声最高最难抢的2个套装，它们是同一款设计啊，只是说2个不同的颜色。这2套呢真的就是有一点让我一言难尽，我买的时候就很纠结，然后下单呢我又特意买了不同的尺码，想说可以收到之后具体判断一下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嘛。结果在家一试穿之后呢，我更加纠结了。首先这个套装的设计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完美结合了都市跟户外，通过扩大运动型帽衫的一个兜帽领口去打造更加 sharp 更加利落有型的轮廓，再结合高腰半裙做成套装之后，真的很难让人不喜欢。蓝色这款的话它会更加的都市摩登一些，包括它上面这个条纹间隔也会做得更宽，而白色这个浅蓝色的条纹呢是做的更加的细窄，稍微拿远一点看其实有一点看不出来的，但是呢它加入了这种细窄条纹之后，我觉得视觉上面一定程度可以稍微压制大面积的白色那种视觉横向膨胀的感觉，气质方面呢也会更加的清新松弛一些。大家帮我看一下上身效果的对比吧，你们觉得哪一套更加适合我一些？但我纠结的点现在就是在于它们的尺码。蓝色这一套呢，上衣我买的是一个 extra small，然后裙子呢因为当时没有抢到0号，我就买的2号。而白色这一套的话呢，裙子我抢到了0号，但上衣我又想着说会不会穿的大一些更加的好看，所以上衣我又是买的 small 小号的。那大家看完了我的上身之后，你们应该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吧，其实上衣的 extra small 跟裙子的0号才是最适合我的尺码。原本我以为可能差一个码不太会差太多吧，但没想到这个套装设计的真的差一个尺码它差非常多。你比如蓝色2号的这个半裙啊，它穿在我身上那个腰身真的巨大无比，我要把它的绑扣扣到特别的紧，它才不会往下掉。
又比如说小号的上衣，因为本身面料是比较薄一些的嘛，所以过于大了之后，我感觉它领口就有一点立不起来的那种感觉了，所以现在就特别尴尬了。我就在纠结说，究竟我是等蓝色半裙的0号补货，还是说干脆退掉蓝色买一个白色的 extra small 的上衣？你们觉得呢？ anyways， 那撇去尺码这个问题不说啊，我觉得这个套装肯定是很值得买的。它虽然说面料很薄，对吧？但是呢，2条半裙里面它都是有做内衬的设计的，所以你不用担心透肤的问题。甚至白色这一条，因为它颜色比较浅嘛，所以你能看出来它屁股后面就2个大口袋的内衬其实是做了一片连接式的设计，不是单独的2个口袋印子，所以从背后来看反而有点像是里侧多加了一层超短半裙的内衬，反而很时髦哎。然后如果平时你把这个套装就是拆分开来去额外搭配什么别的单品，它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拿半裙去搭配我身上这个连帽的针织，或者说拿上衣去搭配前面的工装长裤，真的随便搭都特别的出彩。天呐，朋友们，我随便点进来一看，发现蓝色的条纹半裙它补了0号，赶紧一键下单。OK， 下单成功。没想到拍视频的结尾居然让我买到了。anyways，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希望有给到大家一些不太一样的 C 系列穿搭的灵感吧。其实大家平时买这些合作系列什么的，都可以跟自己衣橱里面其他已有的单品呢多做一些搭配，不是说非要把同系列的单品穿在一起呢才会好看。然后今天视频里面所有我入手的 C 系列的单品，以及说其他用到的一些搭配单品呢，我也都会把我的一个入手渠道、优惠的信息以及穿的尺码，包括我的维度呢，都照常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呢就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大家记得一定要来多多的参与今天视频的抽奖。 OK， 那视频的最后一如既往的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然后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